2月2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德国总理外事顾问普吕特纳。王毅强调，中德关系具有超越双边的全球性意义，应摒弃保护主义，不以借去风险搞去中国化，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德方强调，系同中方加强战略对话，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另据外媒报道，德国总理舒尔茨计划于4月率商业代表团访问中国，普吕特纳或是为舒尔茨打前站。23号，王毅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到访的普吕特纳。王毅表示，中德是世界第2、第3大经济体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两国关系具有超越双边的全球性意义。中方愿同德方进一步加强沟通，巩固战略互信，深化合作，推动双边关系稳定发展。今年是我们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重要的年头。尤其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之下，稳定好、发展好中德关系，不仅将为我们两国人民带来重要的福祉，也会为当今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提供更多的确定性。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德两个大国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王毅指出，中德是具有巨大合作潜力的伙伴，两国的发展对彼此是机遇，不是挑战。双方要坚持正确认知，从长远和战略角度看待和发展双边关系，助力两国经济发展，促进全球经济持续复苏。坚持求同存异，聚焦合作，把蛋糕做大，在共同进步和发展中妥善解决好分歧。坚持团结协作，反对阵营对抗，摒弃保护主义，不以借去风险搞去中国化，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吕特纳表示，德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积极评价德中经贸合作，肯定并赞赏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乐见中国在国际上发挥更重要作用。德方希望同中方加强战略对话，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共同推动全球绿色转型，为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实现互利双赢。双方还就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外界普遍认为，普吕特纳作为德国总理舒尔茨的核心幕僚之一，此访的主要目的就是为舒尔茨今年稍晚时间的访华行程做准备。据路透社报道，德国总理舒尔茨计划于今年4月中旬率商业代表团访华。另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披露的消息，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和德国工业联合会目前已向企业发出随行访华的邀请，但并未说明具体有哪些企业。舒尔茨上一次访问北京是在2022年11月初，也是他就任德国总理后的首次访华。他也是中方在党的20大后接待的首位西方国家领导人，凸显了对德国的重视。当时有100多家德企申请随同舒尔茨一起访华，最终德方精选后的商界代表团成员包括宝马、大众、巴斯夫、阿迪达斯、德意志银行等12家行业巨头负责人。当时有欧洲媒体形容，舒尔茨将德国最大的品牌带到中国。近年来，国际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多变，经济复苏乏力，但中德之间在经贸领域的合作依然坚挺。据德国联邦统计局2月14号发布的数据，2023年德中双边贸易额为2531亿欧元，约合人民币近2万亿元。中国已经连续8年成为德国第1大贸易伙伴。数据显示，去年德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增长了4.3%，达到119亿欧元，创下新高。而德国企业过去3年来对中国的投资额也相当于先前的6年总额。值得注意的是，119亿欧元的史上最高年度投资额是德国去年总体对外投资锐减超500亿欧元的情况下取得的，凸显了德国企业看好中国经济前景。不少德国企业正加大在华投资。2023年，德国大众总共在中国进行了50亿欧元的新投资，这引起了美国的不满。美国政客、智库以及舆论多次施压德国大众关闭其新疆的工厂。
去年年中，不堪其扰的大众公司宣布引入外部审计机构，对所谓强迫劳动进行独立审查。但受托的外部机构发布报告证实，没有发现大众新疆工厂存在任何所谓强迫劳动的迹象。德国是中国最重要，在欧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也是最重要的投资伙伴之一哈。所以中德经贸关系的发展，对于稳定中欧经济，稳定整个的中欧关系，其实起到一个锚定的作用哈，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欧关系发展的一个方向标。据德国大众去年底的预测，2023年该公司在华利润总额约为28亿欧元。该公司去年还收购中国新能源汽车制造新势力小鹏汽车4.99%股份，达成战略合作，并共同开发2款 B 级纯电动汽车。这一消息迅速成为全球市场关注的焦点。分析认为，中国企业反向向德国老牌汽车大厂输出技术，显示了中德经贸合作不断深化，有助双方优势互补。此外，按照23号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4次会议部署，中国今年将鼓励引导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力促进投资和消费。其中，汽车和家电等传统消费品以旧换新更是重点内容。而德国的汽车产业和家电产业深耕中国多年，在中国消费者中具有较高口碑，这意味着中国扩大内需的措施将极大惠及德国企业。分析指出，经贸引领中德关系的效果十分显著。外界注意到，王毅这次会见德国总理外事顾问普吕特纳的新闻稿显示，双方都在最开始也是最重要的位置强调了对加强经贸合作的重视。在此基础上，两国关系也深化发展。在本周稍早时候，王毅赴德国慕尼黑出席慕安会期间，就分别与德国总理舒尔茨、外长贝尔伯克等人会面。2月24号是俄乌冲突爆发满2周年的日子。当天，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赴俄乌冲突前线视察部队。与此同时，乌军突然宣布又击落一架俄军 A50空中预警机，这也是1个多月来乌方第2度对外公开表示击毁俄军预警机。俄乌冲突2周年之际，俄罗斯防长绍伊古赴前线视察部队。他在一个临时指挥中心对俄军部队说：“就兵力比例而言，优势如今在俄方这边。”俄军方的声明还称，绍伊古听取了最新进展的汇报，称俄军在占领工业中心阿夫杰耶夫卡后处于进攻态势。俄罗斯媒体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绍伊古还在一些官兵的陪同下检查了在阿夫杰耶夫卡缴获的北约武器和装备。俄媒指，绍伊古此时访问前线不仅仅是一次例行视察，而是凸显了冲突的战略转变。美国广播公司的报道也称，当前乌军的装备和弹药库正以国际援助难以补充的速度消耗着。在战争已然演变成消耗战的情况下，俄军拿下阿夫杰耶夫卡，成为去年5月以来前线出现的最大变化。此一对乌方来说是具有战略和象征意义的双重打击。Russia is on the offensive at multiple points in the front line since they took the key eastern city of Avdiivka last weekend. They're pushing now in multiple points. Russia is trying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shortages in ammunition. I mean, I spoke just a few minutes ago to a soldier who was in Avdiivka and who retreated from the city. He said that they were not able to fire regularly during the battle, and they were only able to start using artillery heavily as they retreated to try and cover this retreat. 而在俄乌冲突爆发2周年之际，乌克兰无人机在凌晨袭击了俄罗斯一家大型钢铁厂，导致工厂燃起熊熊大火。路透社的报道指，遇袭工厂是新利佩茨克冶金公司旗下的钢铁厂，位于距俄乌边界约400公里的利佩茨克市。有乌军消息人士透露，这次的行动是由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和国家安全局联合发起。之所以瞄准这家工厂，是因为它的产量占俄钢铁产量的20%，且生产的原材料被用于制造俄罗斯导弹、炮弹和无人机。而就在此前一天，乌克兰空军司令奥列修克在社交媒体透露，乌军又击落一架俄军 A50空中预警机，并附上了疑似俄军军机在夜间起火的视频。另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这架俄军 A50空中预警机是在俄西南部最大城市顿河畔罗斯托夫和俄最南面的边疆城市克拉斯诺达尔之间被击中，距离前线超过200公里。
上月乌方也曾宣称击落一架 A50预警机，地点在亚速海空域，但俄方对这2起事件都保持沉默。俄军 A50空中预警机被认为是俄军的高价值武器，因为它并非寻常飞机，而是装满探测预警装备，并有大批战斗机护航，因此击落预警机的难度可想而知。 Which carries a very powerful radar that helps the Russian military to detect targets on the ground, in the sea, and basically helps Russian fighter jets hit Ukrainian targets. And importantly, these planes normally fly out of the range of Ukrainian missiles. So it's not exactly clear how the Ukrainians did it, if they in fact did it. 当地时间24号，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引述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匿名官员的话称，这架 A50预警机是被乌 S-200导弹系统击落的。有美国战略专家认为，乌方此时公布这一消息，有向美西方争取更多军援的目的。俄乌冲突正式进入第3个年头，种种迹象显示冲突前景并不明朗。2024年作为超级大选年，美国、俄罗斯和欧盟等都将进行领导人换届选举，不仅对全球地缘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也会给俄乌冲突增添变数。有分析认为，对于已经决定参选连任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来说，当前俄军拿下乌东重镇阿夫杰耶夫卡，是他寻求连任最好的业绩。俄罗斯需要乘胜而上，而在大选之后，俄罗斯可能加大对乌东兵力投送，前线战事有可能更激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认为，美国总统大选对于乌克兰来说命运攸关，因为民主共和两党的人气选手拜登和特朗普对于俄乌冲突以及是否继续军援乌克兰方面的看法截然不同。特朗普自公开决定参选以来，多次表示不赞成向海外提供更多援助。If I'm president, I will have that war settled in one day, 24 hours. 更令乌克兰不安的是，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率的领先优势正在进一步扩大，目前已比拜登高出了6个百分点。It's not just here in the U.S. where people are closely watching the race for the White House. A Ukrainian lawmaker warns their country could be finished if they don't continue receiving funding from the U.S. A topic the Republican candidates disagree on is against sending more money. 近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的采访时表示，仍不能理解特朗普如何能在24小时内解决俄乌冲突。I can't understand how it can be. He can't solve this problem, this tragedy with me. Yes, of course. I will explain everything, and he will explain what his thoughts. Maybe he has some ideas. I don't know, but he will see what's going on. 而俄乌冲突2周年当天，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比利时首相德克罗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4位西方领导人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宣示对乌克兰的支持。冯德莱恩在社交媒体 X 上发帖称，第一笔45亿欧元将于3月份支付，并表示欧盟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财政支持、弹药和防空系统。俄乌冲突久拖不决，也让国际社会倍感焦虑。在23号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第78届联大主席弗朗西斯指出，俄乌冲突带来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在当天下午召开的安理会公开会上，中方表示，乌克兰危机延宕至今，呈现长期化、复杂化、扩大化的态势。这场本可以避免的悲剧发展到了今天的地步，令人痛惜，也值得深刻反思。中方将继续为推动乌克兰问题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做出不懈努力。我们呼吁有关方采取负责任态度，以建设性的外交努力推动局势降级缓和，为重启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不要人为设置障碍，增添阻力，更不要输送武器，拱火浇油，借机渔利。好，再来关注美国大选。据美国多家主流媒体测算和报道，特朗普在当地时间24号举行的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初选中胜出，而特朗普和拜登的互对还在继续。当地时间23号，特朗普在南卡罗来纳州发表讲话时，模仿起了拜登的找不到路的这样的一个样子。
24号，共和党初选转战南卡罗来纳州，美国前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继续挑战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南卡罗来纳州可以说是黑利的主场，他去联合国赴任前就是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他在该州投入大量资源造势拉票，希望在主场阻延特朗普前进势头。Do we really want to go and be a country in disarray and a world on fire and have two candidates in their 80s? When we need someone who can serve 8 years, day and night, get our country back on track, no vendettas, no drama, just real results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尽管特朗普被一系列法律问题缠身，但他在共和党内地位稳固。今年该党初选开始以来未尝败绩。此前在南卡罗来纳州民调中，特朗普也大幅领先于黑利。据美国多家主流媒体测算和报道，特朗普在当地时间24号举行的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初选中胜出，而特朗普在迄今为止的每场党内初选中都保持连胜，他有可能在下个月内获得共和党总统提名。特朗普在支持者面前春风得意，但此前被判3.55亿美元罚款的事儿却让他有点头疼。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朗普的律师指责裁决法官不合时宜地急于执行判决，在裁决后几天就提交了一份提案供法官签署。律师还表示，被告请求法院暂停执行该判决30天，以保护被告的上诉权利，并确保判决后有序推进相关法律程序。对此，美国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恩格隆22号在给特朗普律师的一封电子邮件中拒绝了这一要求。So Trump had asked for this delay because of the magnitude, this $355 million judgment. And the judge said that he did not provide, as he put it, he failed to explain, much less justify any basis for a delay. And this was because the New York Attorney General's office had written up a proposed judgment, and they were saying they wanted some time to look at it. The judge is saying this matches my order exactly. 特朗普和拜登互对则已经成为美国大选的别样风景。当地时间2月23号，特朗普在南卡罗来纳州对自己的支持者发表演讲时，再次模仿拜登找不到路的时候的样子，引发台下掌声喝彩声不断。You ever notice he starts off strong, within about 2 minutes he can't talk anymore, and then he walks off. You ever notice he always goes like this? Then he comes back up to the mic, and he's looking, he's totally lost. There's stairs all over the place. He can go there, there, here. He always goes like this. 此前，特朗普曾在加州等多地举办的公开活动中模仿过拜登迷路的桥段。南卡罗来纳州的竞选活动上，特朗普还嘲笑说，对拜登来说11月将很不容易，如果他还活着的话，我不知道他能否挨到起跑的大门。根据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的最新调查，约70%的美国人认为拜登对第2个任期来说太老了，62%的受访者对其第2任期的身体状况评价为负面，64%的人对其智力状况评价为负面。拜登是美国有史以来年纪最大的总统，如果他赢得2024年大选，那么将在82岁就职，在86岁结束第2个任期。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也只是比拜登小了4岁而已。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继续在香港调研。昨天正值元宵佳节，他的行程很接地气，早午餐到酒楼饮早茶，下午到狮子山公园打卡。此前一天，夏宝龙在与立法会议员的交流中就提到，中央一直支持香港发展，香港是国家的掌上明珠，并强调国家永远是香港的坚强后盾。夏主任，觉得狮子山怎么样啊？景色美不美？刻苦耐劳、勤奋拼搏、开拓进取、灵活应变、自强不息的狮子山精神，鼓舞了好几代华人。夏宝龙24号下午在香港特区吃完颇具岭南特色的早茶，随后夏宝龙一行又到将军澳政府综合大楼与西贡区区议员会面。
香港特区去年底成功完成了区议员换届选举，有员工透露，点菜单比较朴素，都是家常菜式。在元宵节这天，夏宝龙选择落区与将军澳地区的团体街坊见面，此行受到了香港社会的高度关注和热议。大家普遍认为，夏主任选择在元宵佳节这天倾听香港市民的声音，了解地区发展，充分展现了对香港民生工作及香港市民的重视。有香港舆论还指出，夏宝龙主任此次来港考察，全面深入了解香港发展的最新情况，准确把脉香港发展存在的难点、痛点，有助中央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政策，推动香港实现更好发展。这也充分体现了中央一以贯之对香港的高度重视，对香港同胞的亲切关怀和对香港发展的全力支持。深圳卫视注意到，与元宵节与民同乐不同，此前一天，夏宝龙行程的重点安排是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的陪同下，与全体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进行座谈交流，时长接近2小时。全体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是特区政府的高级顾问。据香港《星岛日报》报道，夏宝龙期间对他们表示，中央一直支持香港发展，香港是国家的掌上明珠，强调国家永远是香港的坚强后盾。夏宝龙还谈到《基本法》第23条立法，表示相信议员会担当好角色，完成立法后可集中精力拼经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介绍相关情况时透露，夏宝龙22号抵达香港当天，转达了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市民的问候和关心。考察队由夏宝龙率领，成员包括3名港澳办副主任、5名局长，反映中央对这次调研工作非常重视，也是中国人经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春。考察团满意香港的整体状况，也积极聆听特区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的诉求。There's a very strong common will that we should lay out our priority requests, and also we should also spell out some of the details of the request. I have strong confidence to believe that this strong will look at our proposals very seriously.And try to work out practical solutions for the benefit of Hong Kong. 自今年3月6号起，将陕西省西安市和山东省青岛市列入内地赴港澳自由行城市名单。这意味着可赴港澳自由行的内地城市数量达到了49个。代表旅游和零售界的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員紛紛對此表示歡迎。我哋都係希望達到一個雙向嘅互為目的地、互為客源地嘅一個共同去發展嘅一個方向，而唔係話純粹我為咗吸客嚟香港。同時嚟講，我哋亦都希望能夠推動我哋多啲香港市民啦，去到能夠當地能夠了解當地嘅文化，認識當地。對於我哋香港嘅經濟動能係非常重要嘅。尤其是我哋零售啦、旅遊啦、飲食啦，其實各行各業都會幫助到。